百億分紅拖垮公司競爭力，傳音手機在非洲被友商偷家了。上面是去年美國《時代》雜誌評選的100家最具影響力公司榜單，中國一共有8家企業上榜，除了我們熟知的百度、小米、拼多多外，還有一家国人極少听过，但在海外鼎鼎大名的公司——傳音手機。2024年無疑是傳音手機最輝煌的一年，不但全年出貨量突破了1億部，排名全球第4，將 OPPO、vivo 等一众國內廠商踩在了腳下，還在東南亞、中東等多個市場取得重大突破，總營收同比增長10%，延續了驚人的成長率。然而，這種好日子僅持續了幾個月，今年第一季傳音的財報便上演了大跳水，營收同比下降了25%，淨利潤更是直接暴跌69%。作為國內出海典範，號稱非洲之王的傳音手機，為何會突然閃燈？原因竟然是他們被偷家了。從去年開始，以小米、真我為代表的國內廠商，趁着傳音大舉進軍東南亞、中東市場之際，突襲其非洲大本營，在萬里之外的黑色大陸爆發了一場中國手機廠商之間的內戰。傳音手機外戰內行，內戰外行的短板一下子暴露出來了。要說透這個問題，我們首先要搞清楚傳音手機為什麼會在非洲成功。絕大部分的媒體或者行業專家會將傳音的成功歸功於本地化戰略，即根據非洲用戶的使用習慣，定制化開發手機功能。比如，為了解決黑叔叔的自拍難題，傳音推出了美黑功能；為了迎合黑叔叔愛跳舞的特點，傳音加大了外放音響；為了應對非洲英語上混亂的局面，傳音推出了4卡4代手機。這些講的都對，但是都是皮毛，沒有觸及傳音成功的根本。就拿被吹得神乎其神的美黑功能來說，我們從未聽說過美國黑人在用 iPhone 自拍時會遇到拍不清的問題， iPhone 的效果反而更加自然。傳音所謂的美黑絕技，說到底是個算法問題，在國內找個技術團隊針對性的開發，任何廠商都能夠實現。傳音成功的根本原因在於抓住了戰略間隙，在全球各大手機廠商狂卷東亞、北美、歐洲等利潤豐厚的發達市場之際，傳音另闢蹊徑，提前扎進了無人問津的非洲市場，可別小看了非洲市場。打個比方，小米在國內賣一部手機，由於競爭激烈，為了賺100塊錢，可能要付出50元的成本。傳音在非洲沒有對手，賺100塊錢，可能也只需要付出10元的成本。雖然黑叔叔的消費能力弱，但是我的成本也低。2023年，傳音的毛利率高達24%，小米只有14%。依靠長達10幾年的戰略間隙，傳音源源不斷的將國內組裝好的廉價手機運進了非洲大陸，並且複製了一套類似國內的經銷商體系，將門店滲透到每一個城市。這些我們在國內司空見慣的商業操作，到了非洲就是高維打低維，想失敗都難。到了2024年，傳音進入巔峰之際，在國內打完淘汰賽，正為增長發愁的手機廠商，突然看到傳音日子過得如此滋潤，終於下定決心進軍非洲市場，分一杯羹。比如小米的2把手盧偉冰親自帶隊考察尼日利亞，並且在當地舉辦各種音樂節、米粉見面會，為小米手機造勢。帶到非洲賣的基本都是國內淘汰或者專門為非洲老哥定制的低端機。平心而論，當年傳音創始人卢兆江之所以跑到非洲賣手机，不就是國內競爭太殘酷，搞不好嗎？現在好了，國内的同行全來了，非洲滿大街的 OPPO、真我、小米、vivo 門店，傳音頂得住嗎？至少我個人不看好，原因有3。第一，如果把國內手機廠商看成一個班級，那麼傳音是第一個到非洲留學的學生。中國學生的能力，別說非洲，到了歐美，白人也要避開，盡量不選中國人多的專業。傳音和一群非洲同學比成績，除了碾壓還是碾壓。現在好了，國內學霸全來了，傳音還能保持第一嗎？恐怕很難了。第二，傳音在賺錢的時候分紅有點多了，導致資金可能会存在儲備不足，難以招架國內友商的攻勢。据不完全統計，自2019年上市以來，傳音累計分紅高達120多億，近2年更是分掉了87%的利潤。去年傳音處於巔峰之際，現金流竟然一度是負的，或許為今日的閃崩埋下了伏筆。雖然分紅有利於回報投資者，但是傳音分的是不是有點太狠了？這裡再插一句，如果按股權計算，分紅最多的人應該是創始人朱兆江，他拿走了120億中的一半。第三，傳音手機不但被國內的同行盯上了，還被美國高通盯上了。高通正因為一系列的專利問題起訴了傳音，要求其賠償金額不菲的專利費。更绝的是，高通起訴的地點選在了印度，大家都懂的，官司基本上可以不用打了。虽然今年年初傳音和高通達成了和解，但是以後的专利費用大概率不会少，这將對公司的現金流構成更大的壓力。這麼多的困難，傳音如何面對？我也有3條建議。第一是減少分紅，充實資金，以應對越來越激烈的競爭。第二是繼續大力開拓非洲以外的市場，東南亞和中東甚至南美，保持住公司高增長的勢頭，以便在資本市場獲得更多的融資。第三是逐步轉型高端機，構建技術護城河。傳音在非洲賣的低端機太沒有技術含量了，誰又能造？巴菲特曾說，低價不會成為一家公司的護城河，因為中國人永遠能造出比你更便宜的商品。